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台湾小伙在上海相亲角的奇遇。这个故事不仅让我感到震惊，也让我对两岸婚恋观念的差异有了更深刻的体会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，我正在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忙得不可开交。大家都知道，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可是上海最有名的婚恋市场。每到周末，这里就会挤满了拿着小板凳、撑着遮阳伞的父母们，他们手里举着的纸条上写满了自家孩子的各项硬指标：年龄、身高、学历、职业、收入、有无房车。就在我忙着给几位着急的父母牵线搭桥时，一位面容清秀、穿着得体的年轻男士走到了我的摊位前。他看起来30出头，个子不高，但很精神，皮肤白皙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笑起来很有亲和力。丽姐您好，我是从台湾来的，姓林，今年32岁，想请您帮忙介绍一下。他的普通话很标准，但能听出一点点台湾口音，特别有礼貌。我一听他是台湾来的，顿时来了兴趣。哎呀，难得啊，台湾来的优质男青年。我热情地招呼他坐下。来，跟丽姐说说你的情况。林先生告诉我，他在台北一家科技公司做产品经理，年收入约50万新台币，在台北有套60平方米的小公寓，没有车。他这次是公司派他来上海工作1年，想趁这个机会找个伴侣。那你有啥择偶要求吗？我问道。年龄希望28到32岁之间，性格温和，有自己的工作和爱好，最好能接受以后去台湾生活。林先生很诚恳地说。我听完心里直犯嘀咕。说实话，在上海相亲市场，这位林先生的条件真的很一般。11万的年薪在上海可不算高，60平的房子在台北也许还可以，但在上海姑娘眼里可能就是个蜗居了。再加上他没有车，身高又不算出众，这在物质条件至上的上海相亲圈恐怕有点难度啊。但是我从业这么多年，也知道缘分这东西很奇妙。再说了，台湾男生给人的印象一向是温文尔雅、体贴顾家，说不定会有姑娘更看重这些品质呢。我决定帮他试试。林先生，我这儿刚好有几位条件不错的姑娘，我帮你联系看看。我翻开我的红色小本本，找出了几位可能合适的女孩联系方式。很快我就安排了第一次相亲，对象是一位30岁的上海姑娘陈小姐，在外企做财务，收入不错，长相气质也好。见面那天，我带着林先生来到约定的咖啡厅，陈小姐已经到了，穿着一身浅色套装，妆容精致，看起来很干练。简单的介绍过后，我就借口有事先走了，给他们创造2人世界的空间。不过临走前，我特意坐在隔壁桌，想观察一下情况。这是我的老习惯了，了解第一手的相亲过程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。陈小姐，你平时工作忙吗？林先生温和地开始了话题。还好吧，就是经常要加班。陈小姐回答的有点冷淡。我听说上海的工作节奏确实很快，在台湾我们公司一般6点就能准时下班，很少加班的，是吗？那工资水平怎么样？陈小姐直接问道。我现在年收入大约50万新台币，折合人民币11万多吧。我注意到陈小姐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在上海这个收入，她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寻找委婉的说法。我知道在上海可能不算高，但在台北生活成本也低一些，其实过得还可以。林先生解释道。那你在台北有房有车吗？有一套60平的小公寓，是父母帮忙付了首付，车的话目前还没有。台北公共交通很便利，平时搭捷运就好了。陈小姐点点头，但明显兴趣大减。接下来的交谈变得有些沉闷，不到1个小时，陈小姐就借口有事先走了。我走过去拍拍林先生的肩膀，别灰心，第一次见面可能不太熟悉，我再给你安排其他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又帮林先生安排了几次相亲，但情况都差不多。一听说他的收入和物质条件，大部分上海姑娘都兴趣索然，有一位甚至直接对他说，你知道吗？在上海没有房没有车，连谈恋爱的资格都没有，更别说结婚了。
林先生每次都很礼貌的微笑，但我能看出他内心的失落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给他安排了一位叫周莹的姑娘。周莹31岁，是一家国企的中层管理人员，收入可观，家境优越。据说家里在市中心有几套房产，父母都是高知。这次见面选在了一家高级餐厅，是周莹挑的地方。我没有跟去，但事后两人都给我发了消息汇报情况。周莹的消息来得更早。丽姐，这个台湾男生条件也太差了吧，就那么点收入，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，车也没有，还想找上海姑娘，做梦呢。我正想回复，林先生的消息也来了，但内容却让我大吃一惊。丽姐，非常感谢您的安排，但恐怕我和周小姐并不合适。她问的问题让我很不舒服，好像在面试而不是相亲。第二天，我约林先生见面详谈。在一家安静的茶馆里，林先生向我讲述了那晚的经历。原来周莹一上来就开始拷问林先生的经济条件。你说你在台北有套60平的房子，那得多少钱啊？大约400多万新台币吧。林先生回答，折合人民币才100万不到。周莹惊讶道，在上海100万连个卫生间都买不到好吗？林先生尴尬地笑了笑，台北的房价确实比上海低一些，而且那边生活方式也不太一样。那你父母做什么的？有其他资产吗？周莹继续追问。我父亲是中学老师，母亲是护士，都已经退休了。他们有自己的房子，生活还算安稳，但没有什么特别的资产。就这样，周莹的语气中充满了失望。那你打算怎么在上海立足？租房子吗？林先生解释说，他只是暂时在上海工作，未来还是会回台北发展。那你是想找个上海姑娘跟你去台湾？周莹提高了声音，你知道上海姑娘去台湾意味着什么吗？那是降低生活水平啊！台湾经济早就被大陆甩开10万8千里了，去台湾不是自找苦吃吗？听到这里，林先生终于忍不住了。周小姐，我想你对台湾有些误解。虽然近年来大陆经济发展迅速，但台湾的人均 GDP 依然高于大陆，社会福利、医疗、教育等公共服务也很完善。台湾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落后。周莹不以为然地摆摆手，那都是表面数字，实际生活水平能比上海高吗？上海的高楼大厦、繁华商圈、高端消费，台北能比吗？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。林先生平静地说，在台湾，很多人更注重生活品质，而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。我们也许没有那么多豪宅豪车，但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，关注家庭。那是因为你们赚不到钱吧？周莹轻蔑地说，如果有钱，谁不想住大房子，开好车啊？这时，林先生的态度变得坚决起来。周小姐，我想我们的价值观可能有很大差异。在我看来，相亲是为了寻找能一起生活、共同成长的伴侣，而不是简单的用物质条件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。如果你只看重这些外在条件，那我们确实不合适。周莹显然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温和的台湾男生会这样反击，一时语塞，然后冷冷地说：“行啊，那祝你找到看重你内在价值的姑娘吧。不过，我得提醒你，在上海，没有物质基础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。”就这样，这次相亲不欢而散。听完林先生的叙述，我也忍不住叹了口气。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况了。在物质至上的大环境下，很多人把婚姻当成了一场交易，把爱情简化为一串数字和条件。林先生，我替周小姐向你道歉。我诚恳地说，不是所有上海姑娘都这样势利的。我相信缘分这东西，一定会有合适你的人。林先生微笑着摇摇头，丽姐，您不用道歉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标准，我不怪周小姐，只是感觉两岸的婚恋观念差异可能比我想象的要大。我点点头，确实如此。大陆这边，特别是一线城市，物质条件往往被放在首位，房子、车子、票子，这3座大山压得年轻人喘不过气来。相比之下，台湾的婚恋观可能更看重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契合度吧。是的，在台湾，虽然物质条件也很重要，但不会像这里这样苛刻。林先生解释道，
我们更看重两个人是否志同道合，能否一起经营好一个家庭。当然，台湾也有拜金女，但总体来说，物质要求没有这么高。我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其实这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文化差异。大陆经济起飞较晚，很多人还处在急于积累财富的阶段，所以对物质的追求更为迫切。而台湾经济发展较早，已经度过了那个阶段，人们的价值观也更多元化了，可能就是这样吧。林先生笑了笑，不过我相信，无论在哪里，真正懂得珍惜感情的人都是存在的。说得好，我拍拍手。林先生，你这么有见识，不如给我们讲讲台湾的婚恋文化吧，也让我们这些大陆红娘开开眼界。林先生点点头，开始娓娓道来。他说，在台湾，相亲虽然也存在，但形式没有大陆这么市场化，父母也会给子女介绍对象，但很少会有像人民公园相亲角那样把子女条件公开展示的情况。台湾人更倾向于通过朋友聚会、联谊活动，或者现在流行的交友软件来认识异性。在台湾，我们也讲究门当户对，但标准会更灵活一些。林先生解释道，比如说，女方家庭条件好，男方条件稍差，但人品好，有上进心，这种组合在台湾很常见，不会被认为是高攀或下嫁。那彩礼呢？我好奇地问。大陆很多地方彩礼都很高，动辄几十万，台湾基本上没有彩礼的说法。林先生笑着说，我们有过大礼的习俗，男方会给女方家里送一些礼品，但金额不会太大，主要是表达心意。结婚费用一般由双方家庭共同承担，或者干脆由年轻人自己负责。我点点头，这差别可真大啊！大陆这边，特别是一些地区，没有彩礼根本谈不了婚事。还有房子，很多姑娘家里要求必须有婚前房，而且要写女方名字。在台湾，年轻人结婚后一起打拼买房的情况很普遍。林先生说，当然，如果父母有条件，会帮忙付首付，但不会强制要求必须有房才能结婚。我们更看重两个人能否同甘共苦，一起面对生活的挑战。听着林先生的描述，我不禁感叹两岸婚恋观念的巨大差异。虽然同为中华文化圈，但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径，造就了人们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。其实，大陆很多老一辈人的婚恋观和您描述的台湾很像。我若有所思地说，他们那个年代，物质条件普遍不高，结婚主要看两个人是否般配，是否能共同生活。而现在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人们反而越来越看重物质条件了。林先生点点头。这可能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吧。等社会更成熟、更稳定，人们可能会回归到更本质的情感需求上来。正当我们聊得投入时，我的电话响了，是一位新客户，说有急事要见我。我只好先和林先生道别，承诺会继续帮他寻找合适的对象。临走前，林先生真诚地对我说，丽姐，谢谢你的帮助。虽然前几次相亲不太顺利，但我还是相信，真心对待感情的人终会收获真心的回应。他这句话让我很感动，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帮他找到合适伴侣的决心。在认真听了林先生讲述台湾的婚恋文化后，我决定换个思路帮他找对象。毕竟，并不是所有的上海姑娘都那么看重物质条件，总有一些人更在乎情感和精神层面的契合。几天后，我约林先生在一家小茶馆见面。林先生，我想了想，之前给你介绍的几位可能都不太合适。我直言不讳地说，这次我想给你介绍一位有些特别的姑娘，名叫苏晓，30岁，在一家外企做设计师。她有什么特别之处？林先生好奇地问。她是上海本地人，但在台湾留过学，对台湾文化很了解，也很喜欢。我笑着说，而且他的价值观可能和你更合拍。林先生眼睛一亮，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于是我安排他们在一家台湾风格的小餐厅见面。这次我没有跟去，给他们留出了足够的私人空间。晚上10点多，我收到了林先生的微信，丽姐，非常感谢您的介绍，苏小姐真的很特别，我们聊得非常投机。我会心一笑，知道这次可能真的有戏。第二天，苏晓也联系了我。
丽姐，这位台湾先生和我想象中的台湾男生一模一样，温文尔雅又有内涵，说话做事都很为对方着想。我们相谈甚欢，他还邀请我下周末一起去苏州玩呢。看来这次真的是茶碗对上了茶盖啊！接下来的几周，林先生和苏晓频繁约会，他们去了苏州的园林，去了杭州的西湖，甚至一起去上海郊外的农家乐体验了一把农家生活。从两人发给我的照片来看，他们是真的很开心。1个月后，林先生请我吃饭，向我报告了他和苏晓的进展。丽姐，我和苏晓决定开始正式交往了。林先生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她是个很特别的姑娘，虽然在上海长大，但思想很开放前卫，不会用传统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一段关系。那太好了，我由衷的为她高兴。苏晓确实是个不错的姑娘，她在台湾留学的经历让她对两岸文化都有深入了解，和你在一起肯定有共同语言。是的，她很懂台湾的文化和生活方式。林先生点点头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对生活有自己的追求，不是那种只看重房子车子的女孩。她告诉我，她更在乎两个人是否能一起成长，是否有共同的人生目标。那你们考虑过未来吗？我好奇地问，毕竟你最终要回台北，这中间还是有些现实问题需要解决的。林先生的表情变得认真起来。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。苏晓说，她愿意考虑去台北生活。他觉得台北的生活节奏可能更适合他，当然这需要时间和进一步了解。我也和他坦诚相待，告诉他台北的生活条件可能不如上海这样的大都市，但生活品质和环境可能会更好一些。我点点头，这很好啊，两个人能坦诚地讨论未来，这说明你们的关系已经很稳定了。正当我和林先生聊得开心时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了餐厅，竟然是上次那位对林先生颇有微词的周莹，而且他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身边还跟着一位衣着光鲜的中年男子。哎呀，真是太巧了！我小声对林先生说：“你看，那不是上次那位周小姐吗？”林先生转头看了一眼，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：“是她，看来她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了。”我仔细打量了一下那位男士。40多岁的样子，西装革履，手腕上戴着名表，举手投足间透露着成功人士的气质。这位男士很自然地为周莹拉开椅子，点菜时也是一副很懂行的样子，看来应该是个事业有成的人。那位男士条件应该不错，我压低声音说，看来周小姐找到自己想要的物质条件了。林先生笑了笑，没有多说什么。我们继续聊着天。周莹显然也注意到了我们，她朝我们这边看了几眼，脸上露出了略带惊讶的表情。吃完饭后，在餐厅门口，我们不可避免地和周莹打了个照面。丽姐，好巧啊！周莹主动和我打招呼，然后看了林先生一眼。这位是……哦，是林先生啊。周小姐，好久不见。林先生礼貌地点点头。周莹介绍了身边的男士，这是王总，我们公司的合作伙伴。然后又对王总说，这是丽姐，上海很有名的红娘，这位是林先生，来自台湾。王总和我们寒暄了几句，言谈举止确实很有风度。但我注意到，当周莹提到林先生是台湾人时，王总眼中闪过一丝轻蔑。台湾啊，我去过几次，风景不错，就是经济发展太慢了。王总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说，现在的台湾年轻人都往大陆跑，知道机会在哪里吗？我偷瞄了一眼林先生，发现他的表情有些不悦，但仍然保持着礼貌的微笑。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生活方式。林先生平静地说，台湾虽然 GDP 增速不如大陆快，但在医疗、教育、社会福利等方面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。王总显然不太喜欢被纠正，语气变得有些咄咄逼人，那是因为台湾市场太小，没什么发展空间。你看看大陆这几年的发展速度，高铁、移动支付、电子商务，哪一样不是领先全球？台湾有什么？除了那几个老牌电子企业，还能拿出手的产业有几个？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紧张。周莹似乎意识到了不妥，赶紧打圆场。王总是做国际贸易的，对两岸经济很了解。林先生，您在上海待得还习惯吗？
找到女朋友了吗？这个问题有点尖锐，明显是想挖苦林先生。出乎我的意料，林先生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微笑着回答：谢谢关心。我现在已经有了交往对象，是一位在台湾留过学的上海姑娘，我们相处得很愉快。周莹显然没想到林先生会有这样的好运气，一时语塞，而王总则不屑地哼了一声：台湾留学？现在谁还去台湾留学呀？都是台湾学生挤破头要来大陆的名校，好不好？就在气氛再次变得尴尬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：林先生。我们转头一看，是苏晓，她穿着一身简约大方的连衣裙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看样子是刚从附近的书店出来。苏晓，林先生惊喜地叫道：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刚在对面的诚品书店买书，看到你们在这里，就过来打个招呼。苏晓微笑着说，然后看向我：丽姐，好久不见。这位是……周莹眯起眼睛打量着苏晓，这是苏晓，我的女朋友。林先生自豪地介绍道，然后又向苏晓介绍了周莹和王总。苏晓彬彬有礼地和他们打招呼。我注意到，当林先生提到女朋友这个词时，周莹的表情有些微妙，似乎是惊讶中带着一丝嫉妒。苏小姐，听说你在台湾留过学？王总问道，语气中依然带着一丝轻蔑。是的，我在台湾大学读了研究生。苏晓平静地回答。现在谁还去台湾读书啊？王总不屑地说，台湾的大学在世界排名上连前100都排不进去吧。苏晓并没有因为王总的挑衅而生气，反而微笑着说，王总，我选择去台湾读书不是因为排名，而是因为我热爱那里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。台湾的大学可能在科研经费和硬件设施上不如大陆的顶尖高校，但在人文关怀、批判思维的培养上有其独特之处。不同的选择反映的是不同的价值取向，没有对错之分。他的话语沉稳有力，既不卑不亢，又不失礼貌，让王总一时无言以对。周莹看情形不对，赶紧岔开话题。苏小姐从事什么工作啊？我在一家国际设计公司做用户体验设计师。苏晓回答。哦，那收入应该不错吧？周莹似乎很关心这个问题。还可以，够我自己生活得很好。苏晓笑着说，然后看了林先生一眼。不过我更看重的是工作带给我的成就感和创造力的发挥。我看得出来，周莹有些嫉妒苏晓能和林先生走到一起。虽然他之前嫌弃林先生条件不够好，但现在看到林先生找到了一个条件优越又气质出众的女友，心里肯定不是滋味。林先生，你们打算怎么安排未来啊？周莹忍不住问道。你总要回台湾的吧？苏小姐愿意跟你去台湾生活吗？这个问题颇有些咄咄逼人，明显是想挑拨离间。但林先生和苏晓似乎早有准备。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，苏晓从容地回答。我很喜欢台北的生活方式，也愿意尝试在那边发展。当然，这需要时间和进一步了解，我们不急于做决定。而且，林先生补充道，我们也在考虑其他可能性，比如我留在上海发展，或者我们一起去其他城市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能一起面对未来的挑战。看到他们如此心有灵犀，周莹和王总都有些尴尬。这时，王总的电话响了，他借机说有急事要处理，拉着周莹匆匆告别。他们走后，我们3人相视一笑。真是巧啊，我感叹道。苏晓，你今天的表现太棒了，把那位趾高气扬的王总说得哑口无言。苏晓笑了笑，其实我没想说那么多的，只是不喜欢有人用刻板印象来评判一个地方。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价值，不能简单的用经济数据来衡量。说的太对了。林先生握住了苏晓的手，眼中满是爱意。这也是我喜欢你的原因之一，你能看到表象背后的本质。看着他们幸福的样子，我心里也乐开了花。这不正是我做红娘的初衷吗？让有缘分的人走到一起，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3个月后，林先生和苏晓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订婚仪式。他们没有豪华的排场，没有昂贵的钻戒，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真挚的幸福。在订婚宴上，林先生的父母也从台北飞来参加。
他们是一对和蔼可亲的长辈，虽然没有豪车豪宅，但言谈举止间透露出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和涵养。苏晓的父母起初对女儿要嫁到台湾有些担忧，但在见到林家父母后，这种担忧很快就消散了。两家人相谈甚欢，仿佛多年的老友。宴会上，苏晓的父亲举杯致辞：今天我们见证了两个年轻人的结合，也见证了两岸文化的交融。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都有着相同的文化根源。希望这对新人能够成为两岸友谊的桥梁，也希望他们的爱情能够超越地域和物质的界限，永远幸福美满。所有人都被这番话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举杯共饮。作为一名红娘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有缘的人找到彼此，共同创造幸福的生活。林先生和苏晓的故事让我更加坚信，缘分这东西妙不可言，只要用心去寻找，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好了，今天的相亲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